我在这里要为我的无知跟大家道歉一下。各位，我是阿美教主。大家有看到了吗？我全副武装，手套、护目镜、口罩都准备好了。重点是我原本还有买了防护衣。我在这里要为我的无知跟大家道歉一下。有点闷。我在这里要为我的无知跟大家道歉。就是我原本之前已经排定了3月7号要去法国，那因为法国疫情很严重，原本那一趟是去玩的，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很果断的把它取消了。但是我在3月17号排程要去美国，那这个是洽谈工作，所以我原本还是想说去谈事情、谈工作。那我为什么会想到我的无知呢？3月初的时候，美国其实疫情算是没有爆发，就是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正常。我那时候就在跟我的朋友，一个朋友已经谈好，就是我飞过去找他，顺便弄工作上的事情。他也说好，没有问题，反正现在这里疫情还好，没有什么。结果突然在3月9号，我朋友跟一个朋友碰面，然后他说他人有点不舒服。那我先讲，我这个朋友他都有戴口罩，他是防疫算是做得很认真，因为台湾人嘛，那台湾还是属于都会戴口罩，然后防疫都会很注意的。结果他跟他一个旧金山的朋友碰面面的隔天10号开始人不太舒服，就是有点狼神，然后有一点像感冒，然后有点困，不太舒服。那大概1-2天的时间，然后就是吃药，然后就好了。那就是想说好像是一般的流感，结果后来去看医生之后，医生就确诊，然后请他转诊到大医院。可是那时候我们2个在电话在聊的时候，其实感觉都好像流感，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偶尔咳2声。但当然谨慎的做法还是去大医院。去大医院检验了之后，等报告检验了之后，直接确诊，然后就隔离了。11号、12号的时候在医院隔离病房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然后也没有发烧，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纳闷，他确定是确诊吗？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发烧，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样子算下来第4天了嘛。结果那个时候他还说应该还好，没有什么事情，不然你就是过来美国就一样办你该办的事情。结果到了13号的晚上，他开始发烧，然后我们一样线上都有在聊。那个时候我听他的陈述，就是13号、14号的时候他已经整个发烧，后来他才隐隐约约透露出他把小孩子的教育基金啊委托那个信托就对了。我听到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在问他，你到底是不是很不舒服？后来他就说开始越来越难受，发烧完之后，然后开始有点呼吸很累，开始有害怕的感觉，跟前2天比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心境。我必须说真的，我觉得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如果我不是因为身旁的朋友遇到确诊，然后他在医院告诉我他每天的状况，我真的不能理解。我以为可能就是比流感然后再更严重这样子。很多人当然在台湾那都想说不要出国，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存着侥幸的心理，甚至不知道这一次的病毒的症状。比如说像我后来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我没有明确查到就是他们在医院每天的情况感受，好像没有这类的影片出来，所以可能我们一般的民众不太晓得他可能会有什么感觉，甚至不晓得他们在医院的不舒服感，没有让大家害怕。当我自己看到我朋友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很难受，因为他在14号、15号，他慢慢跟我陈述，比如说他里面讲到开始呼吸很困难，要用到氧气罩，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需要用到氧气罩？而且一个人是才35岁不到，居然瞬间很难受，然后要用到氧气罩，我突然整个觉得人很难过。然后后来我说是不是很像溺死的感觉？我有查到一些资料，他们是这样形容，他说对，他真的很像溺死。然后整个情况是时好时坏，原本呼吸正常，然后过一会儿突然整个咳到，然后没有办法互相溺死那种状况。在昨天他又跟我通讯息，然后他跟我说他在14号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有2次溺死的那种感觉。
那他一直尽量去讲乐观的，但是我知道那真的很害怕，因为他进去住大概这5天，前几天有一个老太太死掉，然后他说还有人咳，然后3天就死了。那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就是我想给大家知道，就是他们这几天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我也很天真的以为，是不是戴手套啊，什么口罩啦就 OK 了？结果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其实他感染的时候就很单纯，只是碰面然后讲个话而已，就中奖了。他也不知道那朋友有感染了。那我也上网查了一些资讯，就是现在确诊到出院，基本上要1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出院，等于他要不断重复性的使用抗生素，然后去治疗。那我朋友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有人咳3天就走了。哦天哪，那个看起来真的很难受。我自己觉得最难受的点就是，我们平常如果家里有人过世还是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去看。但是现在他们的状况是在里面，是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看。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尽量给我们乐观的消息，但是其实他们蛮害怕的，真的很怕。尤其是身边的人，我听他说别床的也一直咳嗽，然后一直这样咳。我知道他们真的很怕，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鼓励他们。然后我其实有问我在美国在地勤工作的朋友，就是明确消息指出，就是说在美国其实他们真的很没有注意跟重视。因为他虽然我朋友是华人，但是我问他们在机场工作是怎么样，他说其实国外线的他们当然会杀菌，但是国内线的是会看成本，那常常是没有，甚至他们机场工作人员手也就只能勤洗手。我说你们不能戴手套吗？他说没有，就是只能勤洗手而已。我觉得有一种那种生死有命，好像就是看天，所以我真的想要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小心。那我也有朋友就是在澳洲怀孕7个月的朋友，然后他也是跟人家握到手而已，结果就被传染了，然后小孩子当天晚上就没有心跳了。我是回来之后听到陆陆续续的朋友，甚至自己手边的朋友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决定要拍这支影片让大家知道，虽然大家可能会骂我很无知，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晓得，因为我查过了，台湾甚至国外没有很明确的病患在里面的状态。虽然台湾的防疫真的做得非常好，甚至有这个疾管家，它里面每天都有那一些资讯，但是我依旧查了2-3天，我依旧还是没有查到相关类似影片出来告诉大家是有里面的人的状态。所以有一些可能年轻人并不知道在里面有多难受，那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以为戴口罩就没事了，甚至他会在里面了不起就是治疗，那之后会好。我真的很想分享给大家知道，这是我身边我自己的朋友我遇到的状况。我觉得最难受的是，你想去看他，你都没有办法去看他。那我觉得当没有办法去看朋友，而且你知道他很害怕的时候，力不从心啊，说真的。那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那当然大家可以骂我无知，对，因为我真的不晓得，我现在懂了，所以我想要赶快告诉大家。那想要骂我的人就赶快骂我吧。那我非常希望就是可以保佑我这个朋友，就是可以健康的出院，因为他也还有小孩子要照顾，所以他不可以倒下。那就像我一样，我也有家庭要照顾，我也不能倒下。那每个人都是一样有自己的使命，都不可以轻易的倒下。希望可以赶快研发出疫苗，然后也希望白人不要歧视黄种人，因为现在在美国其实他们还是蛮歧视黄种人的。那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好，大家下次见，我是爱美教主，大家再见，拜拜。镜片师，这支影片出去，大家会不会骂我蠢蛋？我觉得有可能呢。还会有什么更糟的情况？他们会帮你退订吧？对，我也觉得大家会退订。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应该会很无知。但是我还是想分享给大家知道，因为毕竟是我自己身旁的朋友。如果大家真的想退订，那就退了。那是你说的，我说没有啊，大家不要退订。